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一次临时的直播。本来这个节目呢应该是录好了，明天给大家放的，但是，我最后还是决定把它直播出来，就不去录制了，也不去剪辑了。原因呢是这样的，就是，家里有人生病啊，从明天开始呢要进入这个陪护病人状态，所以从明天开始的整个节目和安排呢，都会发生变化，包括明天晚上的老范读评直播，应该也会顺延啊，这个实在是抱歉。然后可能在这周五之前啊，或者是可能周六之前吧，都比较难以恢复到正常的节目过程了啊，这个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家里有人生病了，需要去医院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再稍微等一小会儿啊，这个等到了8点啊，我们来开始讲今天的故事。第一次看直播，欢迎欢迎。我的车在充电啊，这个等我直播完了以后再去拔枪挪车去。现在呢，可以先处理。最近放了很多的这种短视频啊，这个其实呢，主要就是看好玩啊，开心了呢，我们就放一点点。长视频肯定在这周应该都不会继续更新了，那么有空呢就直播一会儿啊，没空呢就算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老范晚上好啊，你也晚上好。时间差不太多了吧？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Kimi K3 能不能算一次 DeepSeek 时刻呢？这是我们需要去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因为最近 Kimi K3 实在是有点太热了。首先说自己的真实体验啊，你说你自己试都没试过就在这儿点评，这肯定不合适，对吧？我的感受是能干活，但是呢，真的不够聪明，而且很慢，还特别贵。啊，那么 Kimi K3 发布了好几天了啊，我自己上手试了一下，我个人的踩坑过程是这样的：先上去充了一个49块钱的套餐，结果发现 Kimi K3 根本就不让用，然后上头告诉你，你必须要充99的才可以用啊，那再充一个呗，充一个99的套餐，啊，那49退回来了，终于用上 Kimi K3 了，但是呢，只有256K 的上下文，并没有100万 token 上下文，啊，你要想用100万 token 上下文。你得充这个699一个月，相当于是一个月$100这一档，才让你去用啊，这个真的是很贵。我一个月$100，我去用 OpenAI， 我去用 Anthropic 不好吗？你用你这玩意儿，对吧？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测了几轮下来的结果呢，是在 OpenCode 这种第三方系统里头，说实话效果一般啊，给他派了几个不是很复杂的小任务，基本上都失败了。但是呢，他自己家的工具 Kimi Work 和 Kimi Code 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我让他做了几个简单的小游戏，确实是一次把要求写明白了以后，他就给你做出来了。再去提要求去进行修改，也顺顺当当的给你改出来了啊，这个效果还是真的可以的。但是呢，就是一个字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慢，而且很烧 token， 99那档。也就够你看个大概，看个 demo 的。你要真要认真用，我觉得699应该是起步价，可能还未必够烧啊。你可能还需要再往里填钱，啊，就是再往里充一些这种信用点啊，才可以敞开的使这东西。就这东西非常的贵，它要比什么 OpenAI、比 Anthropic 都要贵得多得多啊。这个你不要去看它，比如说100万 token 的输入输出是多少钱。
它的这个什么呢？它的整个思考过程是极其的繁琐的。然后呢，我就把这99那档给取消了啊，下个月就不打算续订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啊？我这前脚刚退订 Kimi， 后脚就去调整了整个订阅策略，把价格往上推了一把。这个咱后边再讲啊，它这个也不是巧合，就是需求逼的。它这个非常非常耗算力，这个 Kimi K3。到今天呢，我就把这3件事啊捋一捋。第一，我自己使用的感受；第二，网上其他人实测的一个感受；第三，我对这项技术、对这个公司这步棋的一些思考。最后呢，回答标题上这个问题 ：Kimi K3到底算不算一次 DeepSeek 时刻呢？按老规矩啊，材料我不全信啊，咱们这个也是把各种数据掰出来啊，大家一起来去探讨。首先 ，Kimi K3是一个什么东西？史上最大的开源模型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定语一定要把它都加齐了。有史以来啊，就是前无古人了，后边是不是有来者不管了。最大，因为它是 2.8T 啊，然后呢是开源，其他的你像 Anthropic 是多少？这个OpenAI 的 ChatGPT 啊 ，Gemini 到底有多少？这个实际上谁也不知道，对吧？但是开源的它就是最大了。Kimi K3是月之暗面2026年7月16日发的，正好赶上上海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之前，完整权重按照官方说法，最晚在7月27号开源放出来。掌舵的呢叫杨植林啊，还有人传说杨植林当年因为没有抽上 H1B， 只能愤然回国创业了。但是现在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当时还是有人邀请的啊，就是苹果当时是邀请他去上班的。但是呢，他毅然回国创业啊，这个当然这个是他导师说的，具体是什么情况呢？我们就以他导师说的为准吧。参数量2.8万亿，也就是 2.8T， 是一个混合专家模型，也就是 MOE， 一共896个专家，每个 token 只激活其中的16个，上下文100万 token， 输入输出都是这个量级，而且原生支持看图看视频。一句话，它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开源，准确的说是开放权重的大模型，比 DeepSeek V4 大概是大了7成半啊，因为 DeepSeek V4 是 1.6T 左右，它是 2.8T 啊，这个是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去了。大家注意啊，一般像这样的模型呢，它可以看图，可以看视频，但是呢，它并不是全模态模型，它叫多模态模型。就这种模型通常是不能够自己去处理音频的，对吧？这个还是要单独去找音频模型去处理。所以你看啊，光是史上最大开源模型这个名头，它就已经值得单开一期来讲了。那它到底拿什么练出来的？一个关于内存啊，而不是算力的故事。老范呢一开始猜测的是这么大的模型是不是英伟达平台上练出来的呢？是不是在阿里云的平台上练出来的呢？这个东西只能是我的猜测啊，因为阿里云啊，或者叫阿里吧，是月之暗面的大股东，对吧？所以当时阿里就曾经讲过，说全中国1半的推理 token 都是在我这儿跑的，因为除了字节跳动和腾讯之外，剩下这些做 AI 的基本上全都是他投遍了，他投出去的钱啊，就是你拿回来上阿里云上去买 token 去用就完了啊，所以他的训练大概率是有一部分在阿里云上跑的。那么卡到底是什么卡呢？月之暗面在芯片级别的测试里头用的是英伟达 H200S 啊，外加一些他自己不肯点名的另外一家厂商的 GPU 啊，部分基础测试啊还用了英伟达的 L20 啊，也是一款阉割过的怎么搞的？一款经过阉割的卡啊，这个细节还是挺有意思的。它一边用能拿到的英伟达卡，一边呢也留了一手用这个国产卡替代。但我觉得后边可能就是用国产的卡去做推理是问题不大的啊，但是训练应该还是 H200S 来做的。第三呢，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啊，它原生是4比特训练出来的啊，用的是量化感知训练。从微调阶段就按照4比特精度来练，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兼容更多的硬件，这一点很重要。我后面讲部署成本会再拎出来讲这部分。
那为什么它要限制上下文呢？你想啊，参数越大，上下文越长，最后你是要做矩阵乘法的呀，对吧？这个什么叫矩阵乘法？就是啊，我这边是上下文啊，这边是我的所有参数，我要两对起来要去乘的，乘完了以后要去找到最合适输出的那些字节，对吧？它是这样来算 token 的嘛？啊，这个大模型基本的工作原理就是这么个原理。所以当你的上下文越长，你的参数越多的时候，你矩阵的维度就变大了，你需要去算的这个东西就变多了，对吧？那这是一个很硬的物理指标，绕不过去的啊。月之暗面确实写了一堆新论文，上了很多新的算法来省这一块啊。那么这个里头呢，有包括比如 Kimi Delta Attention 啊，叫 KDA， 也就是一种混合式的线性注意力，把高效的线性注意力和完整注意力按照3:1的交错来使用，就是让你的这个长的上下文可以节省一点点 token 啊，但是没用啊，你再怎么着，100万 token 还是100万 token， 对吧？啊，它呢可以让这个效率提升6.3倍啊，但还是会很多的。第二个呢叫做 attention residues 啊，就是模型的深度这一块做文章，训练效率大概提升2成半，额外成本不到这个2%啊，它是这样来去做的一些事情。第三个呢是它的 MOE 架构啊，叫做 stable latent MOE， 用一种分位数均衡的路由方式来去分配那896个专家，3样加起来，官方说整体的 scale 效率，这个 scaling low 嘛 ，scaling 的这个效率比 K2 呢要提升了大概2.5倍，但是 K2 连1T 都不到，对吧？你上了这么大的这个叫做什么？上了这么大的上下文，上了这么大的模型的话，它肯定要比 K2 烧这个算力烧的厉害的多啊。但是要记住，省归省，这些参数最后还是要用的，对吧？每一次 MOE 激活的参数跟处理过的长上下文内容还是要去做矩阵运算的，矩阵乘法，对吧？这个开销还是非常非常吃显存的啊！注意是显存啊，不是普通的 DDR 啊 ，DDR 这 DDR5 这种东西啊，它是 HBM， 它要吃这种东西的，这个东西好贵好贵的，所以这也引出了外面一个值得琢磨的判断。彭博社专门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写的是 Kimi K3， 与其说是一个关于算力的故事，不如说是一个关于内存的故事。这句话你先记住了啊，它是理解这2天股市那波操作的一个钥匙。那跑分到底怎么样呢？领先啊，但是并不能横扫。老范自己呢，原来问了自己一句话，说 Kimi K3 现在到底哪些评分领先啊？这个还是要稍微的核实一下的啊。首先综合来看，第三方Artificial Analyze 给它的综合智能评分是57分，排在 Cloud Fable 5和 GPT 5.6 Soul 后面啊，但是呢要排在 Grok 4.5和质朴 GRM 5.2 前面，也就是说啊，它进了第一梯队了，但是没有做到头把交椅上去。分项来看呢，它真正领先的是集中在干活型的榜单上，比如说像 Program Bench 啊 SWE 叫 Marathon 啊马拉松啊 SWE 马拉松啊这种长链路编程前端编码竞技啊叫 Front End Code Arena 啊大概是这么念吧，这个 Arena 吧应该是这样。然后呢浏览类的任务啊叫 Browse Compute 就是用浏览器，还有自动化 Automation Bench 文档解析叫 Omi Doc Bench 它都是第一。举个例子啊 SWE 马拉松这种要长时间多步推理啃大代码库的啊，它能够拿到42分 Opus 4.8 是 4.0 分啊 GPT 5.6 是39分 Fable 5是35分这个都比这个 Kimi K3 都比他们强好大一块。但是反过来呢，在 Deep SWE 这种旗舰编程榜上，它是 67.5 分，落后于 GPT 5.6 Soul 的73分。在 HLE 这种硬核推理上 Fable 5领先它足足10分， SWE Bench Verify 它是 76.8% 啊，够看，但是并没有断层领先。
这个结论呢，跟我自己手感跟网上别人实测的都差不太多。他很擅长长任务 agent 和前端干活这些事儿，但是慢啊，真的是很慢很贵。那么其他人的测试呢？因为我自己只是进行了简单的测试嘛，我在网上也看了一些其他人测试，他们测试的结果是 GPT 最快，但是呢出的活最糙 ，Kimi 最慢，但是效果最好 ，Cloud 站在中间，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总体的感知上呢，网上测的这个过程跟我自己的感知是一样的啊。那么他们的测试是这样的，就是给他一个这种3D 渲染的一个照片，然后呢说去用这个 HTML 给它重新实现出来啊，用 HTML 重新去渲染出来，还可以做一些交互啊，干这样的一个很复杂的任务。同时呢是 GPT 5.6 Soul Cloud Fiber 5和 Kimi K3 对轰他们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 GPT 5.6大概基本上20多分钟或者10几分钟、20分钟就搞定了，基本上也能用但是呢它的各种还原度各种的这种细节呀就比较粗糙了比较难看。Kimi K3 呢特别慢经常会干到2、3个小时，就人家10几20分钟的事他干3小时。那为什么要干3小时呢？就是他开一大堆的子进程，然后自己跟自己之间的相互之间博弈就我这边做出一版，然后旁边一提意见我觉得哪儿不太对这地方又漏了点，咱们再回去反攻一次，对吧？这个过程特别的慢，而且极其消耗算力和内存，但是最后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Anthropic 的 Cloud Fiber 5居中就质量呢要比 GPT 5.6 高一些，速度呢也要比 Kimi K3 快很多。就是它比如说这个 GPT 5.6 呢20分钟干得完的活，这个 Cloud Fiber 5的话可能干40分钟，而 Kimi K3 的话它会干到3小时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这个叫什么呢 Cloud Fiber 5算是结果相对还更容易接受一些的这个结果所以你就看明白了 Kimi K3 走的是一条用时间换空间，用 token 换质量的路子，它单位 token 的报价确实比 GPT 5.6 比 Anthropic 要便宜，它的官方 API 报价国内是缓存命中每100万 token 是2块钱，未命中是20块钱，输出是100万 token 100块钱那这个肯定要比这个 GPT 比 Anthropic 的 Cloud 都要便宜很多但是你同样的一件事情，它会自己在内部这个多转好多圈多开一大堆的子进程，相互之间讨论，相互之间验证，时间跟 token 消耗的可能是这个 GPT 的好几十倍或者是10几倍，真的把总账一算，做同样一件活 Kimi K3 反而可能比 Anthropic 比 GPT 要贵好多，这才是它真正的运作方式。不过话说回来现在所谓的 token 成本跟你用它解决的问题赚到的钱一比，其实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很多人说我干了半天好像也没挣着钱，咱们就比一件事，比如说现在你用 AI 去生成视频，就算你觉得好贵我生成了一个微短剧花了2万块钱3万块钱，但是这种东西你要是让人去拍的话200万你也拍不出来，对吧？所以呢就是这个价格还是很便宜的。现在你说我 Anthropic这个$200一个月GPT $200一个月这个 Kimi K3 $100一个月，这个对于真正写程序的人，对于真正处理问题的人来说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所以在这个里头你可以去比较说他们谁更便宜一点，但是跟最后要去解决的问题要去贡献的价值来说，他们这个价格都不贵，都是非常非常便宜的那么再往后，股市这波跌的是真跌但是呢不能全怪在 Kimi 头上。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说这个 Kimi K3 算不算是一次 GPT 算不算是一次 DeepSeek 时刻呢？因为 DeepSeek 出来了以后，股市也在暴跌，对吧？这个当时把黄仁勋都打懵了，说不对你们搞错了 ，DeepSeek 出来了以后对我是利好对吧？怎么能让它跌呢？这个很奇怪的一个事情但是现在Kimi K3 出来以后也是在跌。先说美股7月17号那天纳斯达克跌了 1.4%， 标普跌了 1.01%， 道指跌了 0.77%， 英伟达跌了 2.2%。
应用材料跌了 5.6%， 英特尔跌了 2%， 闪迪跌了 4%， 韩国那边更凶啊 ，KOSPI 一度大跌触发熔断 ，SK 海力士盘中直接跌了 11%。但是你要把这一整波都甩给 Kimi K3， 那就真冤枉他了。有家科技媒体说的很到位啊，说被抛售早就上了膛了啊，这个事儿大家都准备好了啊，就这波抛售早就上膛了。当时叠加了好几件事儿，第一个是内存涨价，就是韩国2家内存巨头的前景预期在恶化，又正好撞上了美国大科技的财报周。不确定性一堆啊 ，Kimi K3 顶着，Kimi K3 呢顶多是那根导火索，不是全部的火药，而且很快这些 AI 股就反弹回来了不少啊，并不是一泻千里。再说更有意思的地方啊，从中长期来看 ，Kimi K3 这种巨无霸对内存、对英伟达、对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绝对的利好，为啥呀？还记得彭博社前面那句话吗？它是吃内存的怪物，模型越大，上下文越长，就越需要海量的显存和内存，而这块供给就攥在这几家手里头。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拧巴的画面，短期股价被吓了一跳，中长期需求逻辑其实是被它做厚了。对吧？然后就是国内的智谱和 Minimax 这2家这几天真跌麻了啊！尤其是智谱前面冲到过1万亿港币，对吧？7月17号一天跌了 28.49%， 2个交易日跌掉了接近40%，这多恐怖的一个数字，对吧？市值蒸发了以1000亿计的港币。我原来顺口说的啊，是不是 Kimi K3 又把他们摁在地上摩擦去了？这个合完了账以后啊，咱们要改个口啊。Kimi 主要是背锅侠，不是主犯。国内几家财经媒体的标题都写得很直白，智谱和 Minimax 跌麻了 ，Kimi K3 不背锅啊 ，Kimi 只是导火索，真正的原因就是解禁，对吧？这帮炒股的人最喜欢什么啊？就是流通股很少，盘子很大的股啊，这样就特别容易讲故事。但你一旦流通股变多了啊，比如说像智谱一下流通股从 3.9% 涨到了 9.7%， 啊，那这个就很痛苦了啊，他们也操控不了，那干脆给你做跌就完事儿了。而且呢，智谱还去发股啊，又去做增发去了，等于他钱不够嘛。那么供给端双杀啊，3是全球 AI 集体抛售，流动性收紧，所以呢 ，Kimi 作用是火上浇油啊，因为它跟智谱GRM 5.2 的定位高度重合，主打的是100万上下文加代码，结果编码能力被 K3 比下去了啊，就 GRM 5.2 这块就不行了，因为它那么市场呢就开始担心智谱的客户留存和后面它收入是不是能撑得住，但是你要说几千亿是 Kimi 一家干的，这个也确实太高看它了啊。那么其他人是怎么在看 Kimi 的这个事儿呢？这里头有哪些是真的，哪些是段子呢？咱们要稍微捋一下啊。马斯克说啥了 ？Anthropic 的达里奥·阿姆迪说啥了 ？OpenAI 的研究员出来说了什么了？微软是不是真的要拿 Kimi 去替换 GPT 了？啊，美国政府是不是又出来指手画脚来了？啊，咱们一条一条看了一下啊，咱们一条一条看一下。首先是达里奥·阿姆迪啊，就是 Anthropic 的 CEO。是真的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他原来的判断是中国实验室起码还要半年才能够逼近美国最强的水平，结果 K3 直接把这个时间表给压没了。他确实公开表达了这种没想到这么快的意思。马斯克呢，2件事啊，第一个，他之前预测中国模型追平大概要明年1季度，2呢是7月18号他放话。自家在做一个超过2万亿参数的新模型，说下周初就能够初始训练完成了，这已经是他第2次公开点赞月战面了啊！因为月战面去训练模型的时候，会把他自己用的一些技术写论文啊，论文是大家都可以用的。那么马斯克肯定是要去用嘛，用完了以后性情中人啊，还是要点个赞的，对吧？说哎，你这个做的不错啊，我也要做个2万亿的。
但是呢，这个马斯克今天被人怼了，被谁怼了呢？就是杨之琳的老师啊，说人家 Kimi 是开源的，你要想抄 Kimi， 你也开个源看看呀，对吧？但马斯克肯定被怼得没脾气。现在呢 ，Grok 是早期版本啊，应该是 Grok 2还是开源的 ，Grok 3是不是开源了？我不确定，但是 Grok 4和 4.5 绝对是没有开源的啊。那么这一块又被人点炮了啊，又被人怼了。至于微软那条呢，要打个问号。有报道说微软正在琢磨在这个 Copilot 里头把这个 GPT 和 Cloud 换成 Kimi K3，一年可以省下6亿美金。但是呢，这需要冒着被特朗普政府敲打的风险。这个目前是传闻级别的，来源不算硬啊，所以呢，这个算未证实的消息。至于 OpenAI 的这些研究员到底说了什么呢？我也没有搜到特别完整的信息链啊，咱们就不说了。美国政府这一块呢，倒是有比较正经的报道。Axios 在7月20号说了，特朗普政府正在重新推动对中国 AI 模型的限制，理由是网络安全。大家要注意，中国模型在这块一定是动手脚的啊，这个你不用想，一定有。那么桌上摆着的一份跟开源 AI 有关的行政令草案，商务部去年也考虑过把几家中国 AI 实验室列进实体清单。但是呢，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 Kimi 这种东西是开放权重的，能下载下来自己部署的啊，真要一纸禁令下来，几乎没有办法执行。所以呢，要限制这个方向是真的，能不能限得住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最后呢，泼盆冷水啊，就是有人呢说这个中国开源模型刷榜是有前科的啊，跑分很漂亮，但是干活跟这些真正的美国前沿模型比起来还差得比较远这个事儿呢，我觉得可以这么去理解吧，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至于还有一个梗呢，就是说是这个达利奥·阿姆迪去抱怨说这个 Kimi K3，这个蒸馏了他们自己一个还没有发布的模型这个人家美国政府就问他说那你这个人还没发布，他们怎么蒸馏的然后这个达利奥·阿姆迪就说了，说所以我才要开听证会这事儿有问题对吧？这个呢，大家听个梗就完了这个事情是没有证实的这个大家听故事完了。那下一步大家是不是就都奔2万亿往上冲了呢？必然这个就是2T token 以上的这个就是未来的方向了。Kimi K3 前脚 2.8T 出来了，那么下边千问 3.8 Max 紧跟着就来了。现在这个模型已经上线了，大家可以去使用千问 3.8 Max Preview。 2.4T 的这个多模态模型已经出来了。马斯克也喊了这个下个礼拜他的2T 参数的也在路上了，对吧？这个都是已经往前冲了。至于其他的，有一个很尴尬的人叫 Gemini 3.5 Pro， 一再推迟，推了以后再推原来说这个月要给咱看的，说那咱再推一圈呗。对，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如果他拿出来了一个连 Kimi K3 都跑不过的模型，谷歌你丢得起这人吗？对吧？他也丢不起这人所以这个估计还要再等一等了DeepSeek V4 的正式版呢，应该是7月24号出来但是还剩几天嘛，咱们看看到底能不能出来。至于其他的 GRM 呢，原来计划是在这个月上 5.3现在说算了 5.3 不上了，我们准备直接上 5.5 了，应该也是2T 以上的。Minimax M3 大概是700多币，连1T 都不到。但是呢，据说 Minimax M3 Pro 也在路上了，也是一个这个2T 往上的一个模型大家耐心等待。至于其他的，比如像美团的 Longcat 小米的 Mimo 应该也都在往前走。其实现在中国的大模型公司并不缺卡，对吧？这些卡有些是弄到国内来了，但是很多的是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中东在这些地方，对吧？那就是 GB 300 GB 200这样的卡在那搁着呢，所以他们随时想要去训练都是可以搞得定的千万不要觉得哎呀中国没有卡，想太多了那么更大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 Kimi K3 更大的意义就是主权 AI 这块呢，确确实实可以落地了，对吧？这个 Kimi K3 真正给行业指了一条明路
啊，我们把它总结成4个字，叫别怕浪费，对吧？别在意浪费了多少 token， 别在意多跑了多少个轮次，别在意模型长了多大，多花了多少钱，只要你继续把模型做大，把思考过程做复杂，多开进程，互相讨论，相互验证，最后出来的结果就会更好一点。为什么他敢这么干，也值得这么干呢？因为前面那条地基相对于他创造的这个价值，这点 token 成本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想通这一层，你就明白它的连锁反应了啊。既然堆料换质量是划算的，那千问、Minimax、质谱，包括 Grok 啊 ，Grok 不算开源了，就都会朝着更大尺寸、更复杂的内部思考链路去卷。而这么一卷，原本规划好的算力就不够了，内存也不够了，这才是 Kimi K3 真正塞给整个行业的东西。这里还有一个我特别想讲的东西啊，就是开门干活的价值。OpenAI 和 Anthropic 包括 Gemini 3.1、3.5，它的模型到底有多大，内部到底是怎么运作的，怎么思考的，我们是不知道的，对吧？人家是关起门来干活的。而能够给整个行业指明方向的，恰恰是开着门干活的那个 Kimi K3，把方向亮出来了，别怕浪费，多寻思寻思啊，就能更好。于是未来大概就是2条路，一条是 OpenAI、Anthropic 这些人继续去闭源啊，去想办法达成一个成本平衡；另外一条就是像 Kimi K3 这样卷呗，巨大参数量啊，繁琐的思考链。狂烧 token， 狂耗时间去换一个尽可能完美的结果。顺带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下啊，这个满血版的 Kimi K3是要跑在服务器上的啊。按照量级估算，基本上它的这个满血版的要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量级，你才能让它跑起来。所以呢，那些对 AI 不是特别熟悉的朋友，就别再惦记了我家里头这个电脑能不能跑这东西的情况这个问题了啊！先把家里的钱包抖了，看看有没有上千万让你去买服务器，对吧？而且注意啊，它本身是4比特原生训练的，你再往下量化这个东西，它就会变得很笨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还是很贵的，就是它的底价是非常贵的。再说主权 AI 啊，那么一个国家或者政权想要一个完全听自己的，像政权负责的 AI， 过去这件事是很别扭的，你只能拿 DeepSeek、千问或者早期的 Kimi 去做后训练，去做强化学习，弄出来的东西呢，它确实是向政府负责啊，这个朝着这个既得利益者说话的，但是这东西笨呐，对吧？那么这些政府就要去思考了，我到底是要一个忠诚的笨蛋呢，还是要一个可以独立思考但是更聪明的打工人呢？就是啊，我到底是用 DeepSeek 自己训练一个能够完全朝着我说的，但是笨一点的东西，还是我就用 OpenAI 就用 Anthropic 啊，哪怕他未来有的时候可能会反对我，对吧？他就要去选了。很多主权啊就卡在这种取舍上。现在 Kimi K3 就给了第3个选择，对吧？我们现在可以给你特别听话又足够聪明。OpenAI 能干 ，Anthropic 能干的活，它基本上都能干。我可以给你提供这样的一个选项了。那么唯一的代价是什么呢？多烧显卡，多烧显存呗。那结果就这个，大家肯定会去做正确的选择，对吧？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要政权合法性嘛，对吧？那你不能说我的政权是不是合法，由 Anthropic 说了算。Anthropic 跟美国政府还在那掐架呢，对吧？国防部说我是法律授权的，我可以拿它杀人。那 Anthropic 说我不听你的啊，这玩意儿哪个国家政府能够愿意跟他们合作，对吧？这个是不行的。那政府就老老实实的去买卡、买显存，然后拿 Kimi K3 再去做这个后训练和强化学习啊，就可以得到一个完完全全朝着自己说话啊，就是而且还很聪明啊，就是比较浪费钱的一个新模型啊，这个才是很多政府必然的选择。而这个呢，对于英伟达、对于三星、SK 海力士、美光来说，都是巨大的利好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最后的结论是什么呢？
Kimi K3 到底算不算是一个 DeepSeek 时刻呢？算，绝对算。为什么呢？ DeepSeek 当年指明了方向啊，叫开放，把思维链、把推理过程直接亮出来给大家看啊。然后 DeepSeek 发布了以后，股市在下跌啊，就突然就把这个状态给打反过来了。而且 DeepSeek 发布了以后，一下就把整个行业的节奏拉起来了。原来 OpenAI 跟 Anthropic 还在这儿你侬我侬呢，对吧？还在这里这个眉来眼去的啊，在这儿挤牙膏呢。DeepSeek 一出来以后，大家就疯狂的往上卷，对吧？这个才叫是啊有里程碑作用的东西。那么现在 Kimi K3 也指明了方向，它指明的方向是什么？继续把参数做大，把思维做复杂，哪怕更贵，因为相对 token 创造的价值，这点成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凡是能够给行业带来新方向的，都值得拥有自己的名字啊。所以 Kimi K3也算是一个特殊时刻，而且 Kimi K3也把股市打崩了， Kimi K3也会搅起腥风血雨，对吧？ DeepSeek 一上来啊，大家就疯狂的去出新模型，对吧？那么 Kimi K3上来以后，也会有疯狂的跟随者啊，把自己的最后一分钱都烧到里边去，把新的模型训练出来啊，这个一定会有一个值得有一个他自己的名字啊，这个是我的一个结论。好啊，这就是咱们今天的一个大的故事，但是最后还要讲一下啊，我自己应该不会长期的去使用 Kimi K3啊，我把这99块钱的一个月花完就完事了，原因也很简单，我不太会这个愿意啊，这个花太多的钱啊，搭上那么多的时间去等它出这个完美结果，我还是要平衡的啊。所以呢 ，OpenAI 和 Anthropic 那种成本可控、质量够好、速度还行的平衡，是我的选择啊。我不会选择这个无限烧 token 之后换来一个更好看一点点的结果啊，这个不是我的选择。好，这就是今天讲的故事啊，感谢大家收听啊。那么后边呢，可以咱们稍微聊一会儿吧。这个前面看过了，再强调一下啊，这个明天早晨没有节目啊，因为家里有人生病去医院了，所以我这一周剩下的时间呢，可能更新就会完全打乱啊，在这儿要跟大家再讲一下。我后边可能有时间就会开直播，但是呢，不会像原来这样，就是我准备内容，然后录制剪辑，然后再去处理啊，这个可能就来不了了。来的刚刚好啊，对的，听说 Kimi K3的这个推理水平高于 Opus 4.8，略逊于 Fable 5，已经是最顶尖的模型了，有希望能够打破西方 AI 大模型的叙事。这次 K3这个突破含金量大于 DeepSeek 的时刻，这个呢不能这么讲，就是它都是指明新方向啊，指明了以后呢，大家都会往前冲。在这个时候，你说谁冲的最猛？大家知道吗？马斯克跟扎克伯格一定会冲得最猛，因为他们手里有卡有钱，对吧？还有数据。那既然已经有明确的方向了，那上呗，这玩意儿等啥呢？今天是周二啊，但是因为未来一段时间更新不是特别的稳定啊，所以今天就调整一下。然后另外明天不要去等这个什么了，明天不要去等老范读评了，礼拜五早晨应该是星舰13飞的第二次发射，我估计也赶不上了。回头我跟土拨鼠说一下，让他自己发吧。然后礼拜五晚上的直播大概率也够呛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Codex 啊 ，Codex 我这个 Codex 目前写代码真的很舒服，每个人都舒服了，以后每个人又都不舒服了，这什么意思啊？说的好别扭啊！除了 coding 表现之外，K3在其他学科和知识和推理表现怎么样？你要注意啊，现在的大模型呢，并不需要看它在其他学科的推理，它是搜索的，对吧？你先搜索，然后拿知识库再去推理，它是这样来工作的，它会自己反复校验，效果其实还可以。就是贵，美国专家说不担心中国的会 AI 比美国先进啊，这个换句话说，中国不会领先美国的。
这个我是哪位专家什么时候说的呢 ？Kimi 是偷美国的 ChatGPT 的技术，这话是怎么说的？没有啊，人家 Kimi 自己的技术也都自己写了论文，自己都发表了，对吧？这个谁偷谁啊？没有证据说 Kimi 是蒸馏其他模型的啊。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现在的数据本身都已经污染的多少遍了啊，所以你也没有办法在 Kimi 的训练数据里头把其他模型产生的数据都排除掉啊，这个是没法做的。特斯拉的人工智能无敌了呀，到了 L4 水平了啊，这个就不了解了。老范啊，我第一次听直播就是你的直播，我还在开车，多支持你啊，感谢感谢，以后多支持。我感觉 K3 更多的意义在于开源模型相当于闭源旗舰模型的发展速度。至于什么西方 AI 大模型叙事赢不赢，赢多少这种事情啊，可能反倒没有这么大的影响。这个但是现在是这样，就是开源模型基本上也都在中国，这个就是开源大模型啊，就是西方都是开源小模型。我觉得回头我可以单独开一期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开源模型到底怎么挣钱的问题。啊，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老范的节目很硬核啊，感谢。可能相比于这轮中美 AI 竞争谁赢更多的这个问题，更有意思的可能是若干年后回看现在因为竞争和脱钩造成的这种法律政策上的限制，对于 AI 模型产品和行业本身造成了什么影响。那有哪些决定性的东西是因为这种中美竞争才发生的等等？这个确实是这样，也可能是因为中美这种竞争最后导致 AI 失控，对吧？导致我们遭受更大的损失，这种可能性都是会存在的。来喽，欢迎，好硬核啊！这个其实我们讲的都还是比较喜闻乐见的东西啊，中国人的算法优化水平似乎比美国人高不少。其实美国在干这块的也是什么清华北大的一帮人，什么浙大的或者是复旦的一帮人在那做，都一样的人啊，同一波人在干。什么时候计算机有人类一样的意识了啊？这个我觉得我们想太远了。感觉 So 降智了，还好吧？我最近用的还可以啊。祝范老兄家人早日康复啊！大家今天的直播记得点赞是吧？大家一定要点个赞哦。老范这种人的节目做不起来，看来是有原因的，是啊。这个像我经常是这种51、49这种转来转去的，这个确实比较难做起来。你这个血压、血糖水平，熬夜陪床不合适啊。这个陪床我估计也不会陪，真的需要陪床的时候，我会雇护工的。K3跟 DeepSeek 也是一样嘛，从 KDA 到这个 Residual， 对 DeepSeek 也是研究了好多这种东西，就是各种的什么注意力啊，或者是这些东西去怎么去进行 MOE 的决策和这个任务分配啊，他也是做这种东西啊，就是在小米加步枪的时候，我们就多研究一下这个小米怎么加步枪就可以了，对吧？这个美国人也做工程优化结果啊，你以为他不做，他也做，只是呢，他可能成本没有像咱们这么极端，所以呢，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下一代模型训练上。老范会讲一下中航电池的新闻吗？这我还没注意啊，不知道什么事儿。在科学探索方面 ，Kimi K3 好像不如 Gemini 就算了 ，Gemini 现在差的比较远了。期待老范讲讲开源模型算力中心咋挣钱呢？算力中心挣钱还是比较容易的，也不叫比较容易吧，它那个东西就是你只管把账算明白了就完了，你开机率达到多少，它就应该盈利啊，它是这样的一种算法。但是开源模型怎么挣钱，还是值得去讲一讲的。包括以后政企领域市场是不是要 AI 爆发了，这个是一定会有的。AI 这个烧钱竞争有没有可能像当年星球大战计划那样的结果？有可能咱们把美国烧垮了这个是可能的，因为我们是世界工厂，它不是。还是那个老问题它如果很火，那它的算力一定不够，所以
它还是没办法用。另外，算力又被老美制裁。哎，这个算力的事情就不要想制裁的事儿啊。中国有的是算力，只是比美国那边贵一些。你现在刷抖音、刷京东、刷任何的这种平台，卖 B300的一堆一堆的啊！你千万别觉得哎呀，老美制裁了，老美制裁个屁，从头到尾都是中国人啊，咱们制裁谁啊 ？K3的效率不能优化吗？优化可以啊，你优化了以后质量就会下降啊，对吧？你本来应该是10个人讨论啊，讨论完了以后角色扮演再投票，然后出来的结果，现在说来你直接拍脑袋给我出一个，对吧？那优化了以后结果就一定会质量下降嘛。K3实在太慢了，是的，我就做了个3D 交互式场景，已经跑了快1小时了，正常，跑2、3个小时都是很正常的，然后绝对不够烧你那点钱。Gemini 变笨了啊，常常胡说八道，这个太正常了。将来的中美 AI 区别会像苹果和安卓一样吗？应该不会。最终可能大家会发现，在 AI 面前，人类才是应该站在统一战线里面的啊。目前应该算力的瓶颈还是电力基础设施啊，电力中国有的是，这个不用担心的，对吧？但是就是卡呗，卡其实也有很多啊，这个包括新加坡的卡、泰国的卡，因为现在还要跑泰国去做算力中心，还要什么马来西亚算力中心，这些算力中心谁用啊？只有中国人在用，他们自己当地能用这玩意儿，别扯淡了。感觉 AI 不是星球大战，人形机器人才是真正的星球大战。哎呀，人形机器人这块也未必谁卷谁啊。我用了2天，没有太慢，比 GRM 快了不少。GRM 属于更缺算力，而且你看你让它干什么，对吧？你如果给它很复杂的应用，就特别慢。我说的那个大规模部署的问题，像它这种规模，这个肯定要上亿规模用户，上亿规模用户肯定要大算力显卡集群，这没问题啊。马来西亚大概买了20%的英伟达显卡，咱放那儿吧，弄完了以后拿回来使不就完了吗？啊，而且国内还有这个什么华为升腾什么384这种超节点，就这种东西你拿它去训练不了，但是呢，你拿这种家伙事儿去做部署、去做推理是没问题的，就是它就再多耗点电呗，也没什么别的，还是能使，所以不用想着美国人能卡咱脖子啊，差远了。电算协同啊，这个中国不需要电算协同，中国电已经早淤出来了。用 K3只是哎，这个没必要了，咱们就让一个干活就行了啊。你这种搭配了以后可能会更费劲。不能简单说内存决定了大模型的性能啊。云计算的基础是冯诺依曼架构啊，这个冯诺依曼跟云计算没关系啊，冯诺依曼是计算机的这个基础啊，跟这个云计算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云计算的操作系统本身就是分布式虚拟化的啊，这个你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还是有问题的啊，就是现在这些显存必须要高速的连接在显卡上，对吧？如果你是按照云计算里头的内存去干这个活的话，它是干不了的啊，因为内存的带宽太低，显卡根本就提不到数据啊，你就没有办法去把显卡的算力发挥起来。如果是分布式就更没法整了，对吧？因为你这个数据从一个机器的内存进到另外一个机器内存，你还需要去做什么权限验证，还需要去做寻址，还要去做这个信息分配什么，这个根本就来不及。所以现在的玩法都是什么呢？就是直接在显卡跟显卡之间连光纤，然后显卡上面的这些显存可以直接进行跨机器寻址，它是这么来干活的啊。所以跟你想的不太一样。听说现在做人形机器人的10家9家不正经，这个骗补的比做事的多非常多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最后呢，剩下1家还是能把东西做出来。特斯拉的 FSD 这种算大语言模型吗？这个还不算啊，它不是大语言模型，确实很厉害。千问3.8 Max Preview 好像也不错哦，这个，但是千问呢，他们自打这个。原来那个老大走了以后就不开源了啊，这个让我很生气。现在很多人在传说3.8要重新开源，但我估计的应该它不会开了。
对，今天突然直播是因为明天早上没节目了，我就把明天早上的节目拿在这儿播掉，然后就不用再去剪片子了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后边一段时间呢，整个的状态会发生变化啊，就是可能到周6之前都没有办法再更新节目了。让 K3 出约束性很强的框架，然后给便宜的模型跑，这个没必要，你就他那么自己跑好了就行了啊。3.5 Flash 这3.5 Pro 且了啊，我估计他们8月份都出不来。DRAM 就是高带宽了啊，现在训练和推理瓶颈是数据搬运效率。DRAM 呢是高带宽，但是 HBM 呢在 DRAM 的基础上还要再往前走，它是把 DRAM 的堆叠起来以后，在上面去打眼，然后让它们纵向去连通的一种技术。我朋友说 Kimi K3 出来以后，其实最尴尬的应该是 DeepSeek 啊，没什么可尴尬的。DeepSeek 能够在 1.6T 的规模下达到一个很强的水平，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对吧？再往后接着做呗，对吧 ？Kimi K3 给的这些论文也都是公开的，对吧？梁文峰不是平时最喜欢看论文吗？而且对于他来说，幻方量化去年挣了400亿人民币的利润，他怕个屁呀，对吧？他烧钱呗。Moonshot 月之暗面那是要融资的，那是不停的亏钱的，对吧？玩不下去了，有可能直接被阿里收进去的一个项目。所以到最后，大家比的是现金，对吧？不比别的。所以谁尴尬谁也不尴尬。好啊，这个今天的故事差不多讲到这里啊，我看看我的车还需要充1个小时58分，哎，怎么越充越慢了？我发现汽车充电好像冬天很快，夏天就会变得好慢。那还可以再聊会儿，你们要有什么问题就问吧，这个咱们可以继续讨论啊。既然车还要慢慢充着，那我就可以继续陪大家聊天。感觉稀疏和稠密2种方向吧，这个大家都是稀疏的，没有稠密模型。这个谁是最后一个？可能拉玛4是最后一个，再往后没人干这活了。拉玛4翻车翻的那叫惨。先撤退了啊！祝老范一切顺利，感谢感谢。讲讲小米车的体验，讲了呀，只是那部分放在会员区了。所有的 AI 产品会不会都差不多？只是参数规模的值？不会的，就是它里边其实有很多差异，我们体会不出来，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比如说现在有俩孩子啊，你跟人吃饭，一个孩子呢高考考了699分，一个孩子呢高考考了700分，然后你在吃饭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你能感受出差异来吗？你感受不出来，因为他们的很多差异压根就不是跑分能跑出来的。听说 Cloud 是稠密，那不知道啊，对吧？反正 GPT 据说已经是 MOE 了，对吧？然后 Cloud 到底是什么样不知道，反正它不开源啊，我们也只能瞎猜，没意义这个事儿。国产模型里面投一个，你选谁啊？这个我肯定还是会选 DeepSeek。我是买了一个，但是下个月就不准备续了。我花了99买了一个。你要出去浪了啊？这个没有，就是我的车如果充好了电，我要去把它拔下来，不能一直占着充电车位。Kimi 和智谱连 Plan 都抢不到 ，Kimi 可以有啊 ，Kimi 是随便可以拿到的呀。智谱我一直特别讨厌，就是玩饥饿营销这个事儿我特别讨厌。你可以涨价，但是你不能玩饥饿营销，对吧？这个就是属于耍猴的啊。智谱我非常非常讨厌，我也用过智谱的模型，但是我没有从智谱他们家用过，我都是从火山引擎用过GRM 5.2，感觉也就一般。DeepSeek 的 Coding Plan，DeepSeek 不出 Coding Plan， 它就是让你去用去，对吧？它就是生卖 token， 但是它 token 便宜。今年大学毕业找工作好难啊，
中国经济被 AI 影响后，会带来很大的就业机会吗？怎么看？啊，这个其实我前面讲过啊，就是未来全世界都会变成原子化社会，中国算走得快啊，对吧？你可以看看我前面有一期节目叫做中国这个怎么说呢？用养蛊的方式去训练这个新算法，对吧？你可以去看看那一期视频，就是未来可能大家就都是像我这样生活啊，我在 YouTube 上去发视频，想发就发，不想发就不发 ，YouTube 给我分钱啊，这可能是未来的方向，而不是大家去找工作。而中国政府现在正在快速的向这个方向狂奔，就是欧美还有各种法律啊法规去限制，中国是完全不管，既然这是未来方向，那就上吧，然后有各种的问题我们去管理就好了，对吧？而且现在有 AI， 有这个大数据，有各种的互联网工具，管理起来的成本也很低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毫无疑问，选最有性价比那个是的，这个肯定是要选最有性价比的那个。质朴很恶心，买又买不到，多注册几个账号用免费额度，他还这个 block 我，这质朴这种就是实在没必要跟他费这劲呢。他又没有真的好到说这个完全这个不可替代的一个程度，还天天跟自己玩傲娇，没必要理他。啊，今天我的 Cloud 已经说，Cloud 已经说了啊，说你那个 Fibo 5已经回收了，因为我是$20一个月的 Pro 账号嘛。但是呢，他说我给你充$100啊，你以后要去使 Fibo 5的话，你就在这$100里花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以后会养懒汉嘛？我也想回国躺平，不会养懒汉的，国内绝对不会养懒汉，他们会寻求新的这种模式，比如说都去跑 TD， 都去做自媒体，都去这个送外卖，都去做什么这样，它最后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完全松散型的社会。Kimi Code Plan 现在也要抢了啊，大部分时间也都是售罄了啊，好吧。反正我前几天我去用的时候，还是搞的时候还是随便买的，那这个我就更看不起它了。AI 在科学方面有进步吗？有非常多进步，对吧？包括它这些，你说什么叫科学进步，对吧？最早的那个这个 Transformer 算法算科学进步吗？其实一样的，它也是一种工程实现方法，对吧？所以不要老想着什么叫从零到一，没有什么是从零到一，对吧？你说哎呀，这个是抄袭，那个是抄袭，那咱们举一个最简单的，4个轮子俩沙发做个汽车，这玩意儿算抄袭吗？对吧？那你说你这个一定要5个轮子才不叫抄袭吗？别扯淡了，汽车都是4个轮子。搞饥饿营销还玩不起号群啊，这个就比较无聊了。AI 什么意思？我在深圳做跨境电商的 ERP 开发，月薪都有2、3万啊，感觉赚的比外面多啊。这个那就在深圳做呗。日本肯定挣的是比较少的啊。AI 就是一场骗局吧？你可以这么想，没问题。等你被抛弃的时候，你还可以坚持这么想。Gemini 现在反常啊，估计是要出3.5 Pro 了，估计出不来啊。目前灵活就业人口已经是40%了，我估计应该比这多，因为中国的统计口径一直都是比较奇怪的，现在应该已经到50%左右了啊，这个是比较合理的，应该一共是7亿多劳动人口嘛，3.2亿的灵活就业，对吧？我也是灵活就业，对吧？那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还有加上一些统计不出来的，那到底有多少？你自己去想。国内怎么可能养懒汉啊？个体几乎承受无限连带责任，是的，绝对的。昨天看 Kimi 新闻，自媒体还直呼杨之琳，今天就叫杨老师了，没必要。短剧的算力价格是每秒2RMB 啊，5分钟。大二算力成本是600人民币。外加个人时间成本，算力价格未来会不会下降？一定会下降的，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他们也会去做其他事情啊，就是你比如说我把这个720P 变成1080P 啊，然后变成4K，现在这个 Cadence 2.5就是准备上4K 嘛，对吧？上完4K 以后呢，不就更烧这个 token 了啊？然后他再想办法让你在里头寻思啊，让你在里头去这个思考，不断的绕圈子，他总能给你把算力消耗掉啊，这个不用担心。油管好多英文 AI 配音的，拍中国人 vlog 啊，这种是什么玩法？这个其实也是 MCN 批量操作啊，就是这样。咱们现在在内容创作这一块比油管领先好多年。科学有啊，最近 Fable 5不是找到了雅可比猜想政委的一个例子吗？对，这个我觉得这些事儿就让 Fable 5去干吧，让 GPT 5.6去干吧，我们只管去追赶其他的就可以了，把他们挤到最上面去。正因为出不来，所以才那么多作妖，好吧？雅比克猜想都被 AI 证伪了啊，在科学技术上 AI 还是能有突破的。现在最快突破的应该是医药，因为什么呢？就是 AI 最喜欢的训练数据是可以自己去进行训练，自己去进行验证啊，自己去进行迭代更新的这种数据。前面呢，他们找到的东西叫编程啊，它 AI 编完了以后，自己就可以去编译，可以去测试，可以去比较啊，它就可以自己不断的提升了。那么后边下一个可以编程的东西就是人啊，人体。人的各种化学、各种的生理的这些东西啊，他下一步准备编成这个东西了。所以那个诺贝尔化学奖啊，那个跟哈萨比斯一块得奖那哥们儿就去 Anthropic 去搞这些烂事儿去了。好多中国年轻高材生在美国创业，专做 AI 方面的，哎呀，这个太多了。中国的这个 AI 人才在美国不能叫半壁江山吧，但是30-40%是有的，绝对是第一大族群啊。而且还不算在美国出生或者在台湾出生的这些人，这是在大陆出生，在大陆上完本科教育的这些人，数量就非常多。现在定不了 K3了啊，那好吧，看来真是用的人太多了啊。AI 的海啸什么时候到来？现在正在到来。你像我都已经失业这么长时间了，等 M5的 Mac Mini 没等来，把 Mac 都涨价了。对，我现在本来这2天想换 iPad 呢，结果也涨价了，所以等等吧。生物医药论文都大批造假，怎么分辨 ？AI 分辨啊，对吧？谁告诉你大批造假了？除了咱们现在逮到的一些之外，肯定还是有很多是真的啊。国内的现实是个体承担无限责任，组织和制度进行有限检查啊，这就是普遍违法和这个叫做什么嘛，选择执法嘛，这个跑不定了。活在墙外还是墙内，在帝都啊。可验证闭环的场景，医药肯定是今年大爆发。今年我觉得可能还要稍微慢一点，明年吧，但是也就这1-2年了。对，现在猴子是一门巨好的生意啊，实验猴，就是你最后还是要到猴子身上去做实验啊，做完了以后再拿人做实验。好啊，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最后呢，在结束之前跟大家说一句，明天早上没节目啊，然后从现在开始到周末，都停更啊，我需要去陪护病人啊，就是这样。感谢大家。造假被发现大多是 AI。晚安啊，晚安，晚安。